五代机技术转给中国，美媒释放一假消息，担心中国空军实力进一步增强。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迄今为止，世界拥有5代战斗机的国家只有中美俄3个国家，其中美国2款 F-22以及 F-35战斗机，中国的歼20以及歼31，俄罗斯的苏57。不过一直以来，不断有声音传出，声称中国很可能会从俄罗斯引进第5代战斗机苏57。尽管我国并未对此有过任何的回应，可这并不代表个别国家不会当真。近日，美国媒体表示，俄罗斯可能很快会将第5代战斗机生产技术转让给中国。一俄罗斯军事专家在随后回应，至少在未来的5年内不会签署类似合同。该专家给出的解释是，只有俄罗斯国防部才能够决定是否制造出口版，以及制造什么样的出口版和出售给谁。美国媒体上一秒刚猜测俄罗斯会将5代机技术给中国，下一秒就被俄罗斯专家反驳了。打脸来得如此之快，美国人却似乎还不死心。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仍然非常有可能转让5代机技术给中国。苏57是一款性能对标 F-22的隐身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在苏57战斗机上采用了大量本国军工航空工业的最新技术，但在发动机方面，俄罗斯军工依然一切求稳。相比此前俄罗斯在苏57原型机采用的 AL41推力矢量国产发动机，其单台最大推力能达到93千牛，最大加力推力能达到147千牛的情况下，俄罗斯从2017年年底开始，试图在苏57原型机上配装全新的产品30发动机。据了解，这是俄罗斯军工最新一代涡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能达到108千牛，最大加力推力可达到176千牛。毫不夸张地说，该发动机基本参数超过了美国的 F119涡扇发动机，水平更是接近 F135涡扇发动机。曾有消息透露出，使用全新的产品30涡扇发动机，能够使苏57战机推重比达到1.15到1.2。如果使用轻载方案，该战机推重比则能达到1.36的水平。也就是说，产品30涡扇发动机对苏57的未来的发展非常关键。不仅如此，俄罗斯在2019年底甚至表示愿意向包括歼20在内的国外用品提供产品30。倘若消息属实，如今美国媒体表示俄罗斯要将5代机技术转给中国，实则反映了其担心的心理。毕竟这将意味着进一步增强中国空军的实力。或许正因如此，美国分析人士开始挑拨离间，称中国一旦引进苏57技术，可能会把相关技术转给美国人。先不说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5代机研发技术，歼20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的 F-22和 F-35还先进。就从或把相关技术给美国人来说，此逻辑完全是荒谬可笑。如此明显的假消息，美国人当真以为能挑拨中俄之间关系？而且不管中国会不会购买苏57，那也是我国自己的事。真要想从中研究该战机的独门绝技，买上几台也完全没问题。此前外界疑惑，随着美国新的领导人上任，该国针对中国的举动会不会停止这一问题，在近日似乎有了答案。23日，根据消息显示，包括美国海军4架 P-8A 反潜巡逻机在内的至少7架美军机在南部海域活动。与此同时，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以及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也已经进入该海域。此前，美国方面还扬言要对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认知，提出要各退一步，与中方相向而行。就现在看来，也不过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行动上，在中国附近海域的美国军舰军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这显然不难看出是一种试探性的进攻。尽管美国当前正面临国内种种问题，但丝毫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战略布局。这才刚上任就想给我国一个下马威，至此中国也没闲着。就在美国多架军机现身南部海域的当天，台海媒体对外表示，大陆军机在23日短短2个小时内进入空域7次，其中包括8架次轰 6K 轰炸机、4架次歼16战斗机以及1架次运8反潜机在内，共13架次战斗机。次日，大陆军机在上午7时9分、7时45分、88分、8时20分、8时28分，共5次进入台海西南空域的防空识别区，其高度分别在6000米至9000米。台空军在空中警戒并驱离，据悉这已经是本月台空军广播驱离的第63次。
虽说这段时间大陆军机频频进入台海上空活动，但在短短2天内如此密集则是非常罕见的。此次就连轰炸机都现身了。台海问题是特朗普任职期间最为敏感的问题，其危险程度日益上升。此前连续向台海提供武器装备，外界都担心双方会因台海问题擦枪走火。如今虽说伴随着新的领导人上任，但很难保证该地区局势不会继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23日当天，美国国务院新任发言人首次对台海问题发表了一则声明，声称中方不断以恐吓和施压的方式针对台海，敦促其停止这样的行为。美国将会与盟友站在一起，共同促进在印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这也就意味着新任领导人或将继续继承特朗普任职期间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不过这也只是猜测，拜登的态度值得警惕。美国之后则是会对台海问题放手一搏，还是会退一步海阔天空，现阶段还不好说。当然，两岸的问题是我国的家务事，不管美国领导人是谁都无权干涉。大陆此次就是想要告诉美国，台海问题不会因为换了领导人而有所放松，向美国释放明确讯息，大陆的态度始终一致，不会后退，若执意插手，必将遭到猛烈攻击。事关中国，美专家猛然抨击印度，称印度正在自杀。我国人也都表示有这个想法是原罪。发生了什么？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到目前为止，印度仍然没有放弃在拉达克地区挑事，哪怕是国内疫情越发严重，在边境发生流血冲突事件，该国不仅没有停止危险动作，反而对华策略变得非常激进。对印度而言，无论是1962年的那场战争，还是去年6月份小规模的对抗，失败的阴影都影响着印度高层。他们迫切地想要挽回丢失的面子，却忘了在如今中国拥有更强大且技术更先进军队的背景下，想要击败中国根本就是妄想。回顾这几个月，可以明显看到，相比中国，印度不断在往边境地区运输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兵力。装备没我军先进也就算了，10几万的印度军队也没有在我军这里取得优势。这种情况下，印度高层战略规划却认为，依靠当前的边境印度武装力量以及先锋部队，只需轻装上阵就能够反攻到中国内陆，同时通过占领大型城市以及据点，逼迫中国进行和平谈判，以达到印度想要的主权诉求。对此，前任五角大楼、现任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所的专家猛然抨击了印度方面打算采取的军事战略。在他看来，印度对中印两国战略竞争能力差距有错误的认知。以印度的军事实力，如果该国真的准备继续实施有关战略的话，此举勇气可嘉，但无异于自杀。真要是印度军队进入我国境内，不说别的，第一时间内会遭到的恐怕就是我国精确打击力量以及反机动手段的全面打击。火箭弹以及巡航导弹等武器装备对陆地目标的火力打击能力，这方面中国已经独步天下。印度想要夺取中国关键城市，例如从拉萨入侵中国，迎接他们必定是一顿炮火大餐。当然，前提是印度有夺取中国关键城市的能力。说的难听点儿，除了印度自己，没有人觉得印度有登上喜马拉雅山，进而能夺取中国关键城市的能力。相比我军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印度军队的军事战略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区，包括印度军队在内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想要在有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翻越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中国如今已经实现了武器装备现代化，武器装备都可以自给自足，数量上和补给上完全吊打印度。来自各个国家的武器装备虽然先进，但影响了他们的后勤补给。一旦装备出现什么问题，印度没有维修的能力，只能损失一个少一个。在战时，印度就只有挨打的份儿。印度妄想从陆地上击败中国，只能说1962年给该国的教训还不够，让印度人至今都没有认清与我国的差距。就如我国人所说的那样，这话连美国人都不会说，印度是哪儿来的自信？要是我连这个想法都不会有，有这个想法都是原罪。